哎，大家伙早喽！2月17号星期一了，新的一周，这周是比赛前最后一周了。下个周一就是今天，下周的今天要大阪全程马拉松了。你看这儿，看着眼熟吧？去年家属就在这儿拍的。从追踪上看，石川先生应该是快过来了，他这个追踪稍微有点延后。会长已经在这条路完成折返了，正在往我这个方向跑。我觉得一会儿可能可以拍到他们第一集团、第二集团的折返。现在场上其他人的情况是，本田先生在最前面，之后后边是黑影，黑影后边是 Maki 桑、Hirata 桑。他们之后在后边是大河原先生，他们的差距都不是很大。我看到石川先生了，石川先生马上就要拐过来了，感觉他跑得很轻松了。那么后边本田先生和黑影他们应该也很快就要过来了。刚才在第一个点没有看到本田先生，所以不知道他穿的是Hondaさん頑張れ！看到他了，他马上就要拐过来了。李博，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后面 Maki 桑和平田先生应该也快要过来了，但是我得赶去下一个点了，而且雨又开始下起来了。好，我们边走，应该路上还能拍到第一集团的选手们。如果您是跟着来加油的，昨天我是从那儿拐过来的，那是半程，选手们从那边过来，到这儿他们这么拐过去。选手们到这儿右转，在这个弯。我今天手表现在是3公里，一会儿到21公里的地方，我们摁一下极圈键就开始。昨天我们探路到了半程马拉松的地方，现在我就是比赛的路线了，已经。选手们沿着这条路。但是到时候我现在跑的这条小路，它其实也不叫辅路，也是走汽车的。这条路是不让跑的，就是跑中间的主路。所以如果您给亲戚朋友加油，这条路不合适，这条路您接触不到它。看这条路几点封路啊？看看，这条路6点半就开始封路了，不知道为什么呀？这条路到这儿已经半程了。你们看前面那个地下那个点儿，这儿正好是21公里，我们按一下极圈线就往前走。看，这是21公里。今天的探路路线也比较的简单，它就是2个折返。今天咱们探2个折返。昨天给大家看过的这个地方，昨天咱们在这儿结束的，还记得吗？大阪马拉松的半程，大阪马拉松的 half， 到这儿正好是半程，我们就从半程出发。这条路大家就看我尽量拍主路那边，因为到时候跑只在主路上跑，上下各2车道的主路。
但是到这儿，基本上就是什么成绩的小伙伴应该都特别的宽松了。这条路观众非常少，因为这条路周围没有什么商业。住宅的话，到前面虽然住宅多，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没有什么观众。到这儿基本上开始累了，我去年就是到这儿开始累了。嚯，这么大路口，兄弟都不等灯。那要不我也过去？没车啊。右边是个超市，这是个连锁，叫 Life。我们有时候在这儿买，吃涮锅就在这儿买。有时候这儿卖的那个猪肉片特别的香。我个人认为这个折返是整个的大阪马拉松最有挑战的一个折返，因为去路就3公里多，好像回来又3公里多，等于差不多在这条路上折返完就是6公里的路程。这种折返就比较枯燥。去年的大阪马拉松，石川先生跑过半程以后，好像身体出了点问题。我大概就是跑到这个地方，我看到石川先生在走路，然后我问候了他一句，他好像是想试着再跑起来，然后但是好像没有，后面休息了一段时间才跑起来的，还是比较遗憾的。这折返说是有挑战，但是路况特别好，有的时候连这儿有微微的那种小起伏，但是影响不大。左右看看没车，我们就过。像马拉松跑过半程以后，有的时候容易心里一泄气。今天跟大家多聊聊比赛时候的心理，就是赛场上有时候我会怎么想。一方面可能是因为我日常的训练距离以半马居多，过了半马有的时候会心里咯噔一下。一方面呢，确实半马不近了，而且呢，对于半马实现了自己目标的小伙伴，比方说您目标跑进3个小时，半马一过一看1小时28或者1小时29，你可能心里松一下。如果没到，比方说像我这几次不是这几次，只有一次我没到，北京那次到半程的时候1小时20分30多，那天是状态不好，那就更想着不可能了，因为那对我来说半马那时候跑1小时20挺慢的，但是我还挺累的，我觉得就更不可能是那种负分割负配速的状态了。看到这个铁道桥是一个小的心理暗示的节点，说我又到了一个小阶段。我那时候去年自己来熟悉路的时候就这么跟自己说。这过了半马心态就很微妙。1公里了，哎，哇，这1公里好准呀！看大阪马拉松22公里的点在这儿，我们22公里了。但是我有一个小窍门，这2次比赛总结出来的，因为这几次比赛我都是轻松跑，最近2次全马，就过了半程，其实还不太累呢，或者说不累呢，跟训练似的，甚至有时候比30公里的训练
体感还好，因为毕竟比赛准备的充分，然后补给也正常，就导致过了半程以后呢，你别想那么多，就别太把半程那个点的计时和过那个拱门当一回事儿。一般有的比赛半程马拉松还有一小门呢，对吧？或者是一个比较隆重的计时点，别太当回事儿。因为半马已经是过了21公里了，你就慢慢1公里1公里往前耗，就像咱们现在跑步一样，觉得这1公里过得挺快的。这个心态一直能保持到28、9公里就很成功了。到28、9公里的时候，你就想着，哎，30公里真正的马拉松要开始了。因为一般我们在30公里之前想马拉松，你别想成42公里，想成40公里就行了，对吧？想成40公里就跑呗。到30公里一想，这北京奥森跑1整圈就到了，然后东京皇居跑2圈就到了，对吧？我没跑过上海的那个世纪公园，我听他们说好像也15公里嘛，那跑2圈也就到了。大阪城有点小，大阪城得跑3圈才能到，那也差不多了，就这么考虑。然后如果脑子里再能考虑一会儿呢，考虑到32公里，你想哇，一边想还有8公里，一边想还有10公里，顶一顶。到30公里到35公里还没有明显的掉速的话，就成功了，基本上就成功了。如果后边不出现抽筋或者意外，后边肯定是会掉一点的。但是你这样想，最后还有7公里，对吧？你每公里掉10秒，也就是1分10秒了。虽然我想破那个成绩，想了好多次，但是其实说实话，到35公里的时候，就想着，哎，自己没出意外，这个成绩还基本对得起自己，也就释然了。看那边是东边，日出了。今天是个晴天，昨天天气不太好。走大山里没有车。这条路上好多 4S 店，喜欢车的小伙伴看一看，分分心就完了。这个是尼桑日产大阪新精工店。所以我老跟小伙伴们说，来日本玩，来大阪玩，别往南边住，往南就别南过哪儿呢？别南过天王寺或者南波。你看像我那边那儿就是南波，就那个地方就是南波，差不多就往南2公里。这边就感觉已经，你们看这个街景的感觉就跟城市里不一样了，已经。所以马拉松其实就是35公里，你到了35公里，如果已经掉速明显了的话，就像2022年我在北京一样，那也就释然了，也就放弃呗。或者像去年夏天那个神户，你也觉得，就怎么说呢？到35公里，主要就是满足了自己的对自己的要求。其实全马比赛，你最后就是想自己有没有尽力，自己有没有发挥出自己的基本发挥出自己的能力就行了。你这2点都做到了，成绩它毕竟成绩是能力的体现，这能力是有长期积累的，也有比赛的准备，也有当天的状态，也有各种。所以好些东西你说不准。那马拉松说起来难，说起来也简单，对不对？今天又是全赶上红灯，这2天不知道怎么回事。街角的小的洗衣店，这家就是 H， 这是2个 H 还是 HR 我不知道，我看看啊，可能是2个 H， 看它的名字。这也是个吃面饭套餐的地方，炸猪排饭什么的，可以冲碳水。这是个什么我不知道。
这好像是新开的，你看门头还在装修呢。好消息是我们家周围要开一个就是卖肉特别丰富的一家超市，原来那御初闭店了，换了另外一家，20号开业。但是它是个24小时的超市，那20号开业不知道是几点，回头得查一查。那两边都是小住宅，有点观众到这儿，当然不多。您差不多如果3个小时完赛的话，到这儿是，哎，到公里牌了。我们先找公里牌，应该就在车站这儿，这儿找到了。看，大完马拉松23公里，在这儿，走。23公里，您跑到这儿差不多1小时40以内，对吧？1小时40以内，9点1刻发枪，11点之前。然后跑这种折返，我还有一个小窍门，就是看对面的公里牌，尤其是长折返的时候，你就想，哎，我一会儿回来，我就成功了。我回来到这儿都已经快30公里了，但是你带入的呢是现在的心境和体感，心态就能稳定一些。当然，这种心理暗示的东西，每个人都不一样，就每个人性格不一样。所以我总说，马拉松这事儿就是自己想办法搞定自己，包括面对艰苦的训练呀、长距离呀、间歇呀。有的人说，一听说明天要跑间歇，明天要跑长距离，心里就有压力呀。这些我只能告诉您我怎么办的，但是每个人能接受的心理暗示不一样，是不是？到这儿就开始枯燥了。说实话，我比赛之前探过路，去年，然后去年比赛到这儿，都是觉得开始枯燥了。但是再有1公里差不多，我们就要折返。看这个，地球一周的邮轮游178万日元，8万多块钱。我记得我刚来那年，这还挺便宜的呢，比现在便宜多了。前面已经看见折返的地方了，我去年在这儿追上的本田先生，我能找到去年的画面给大家放一段。看本田先生 ，Honda 桑 ，Nice Sub 240。Honda 桑 ，Nice Run。ああ、すいません。僕はしんどいですね。
因为远远看见本田先生穿一件粉颜色的背心儿。但那天我因为开相机开得慢了，但开相机开始拍的时候已经到人家背后了。哎，到时间了，到那个公里了。哎，大阪马拉松24公里，差不多在这儿追上的本田先生，给本田先生吓一跳。我放去年画面啊。应该是前面这儿折返，不是刚才那儿。我刚才有点恍惚，我怕记错了。反正不是前面这儿，就是刚才那个路口。加速，加速，加速！绿灯闪了。我这真的有点像比赛折返了，是这儿。看，大阪马拉松的折返点，它也有标，看在这儿。走，没记错。它这种这么窄的路，你就差不多提前个20-30米切这个弯就切过来了。我在折返这儿超过的本田先生，因为我感觉他好像没有跑到他当时的目标配速，但是这时候我开始掉速了。就去年一折返过来，就觉得开始有点累，然后大概掉了2-3秒，我找了2公里的感觉，然后又追回来了。所以其实马拉松就是过了半程到35公里，这14公里，这14公里什么状态就是什么状态。一开始看不出状态，因为一开始都不累呢。最后也看不出状态，因为最后太累了。但是基本上跑到这儿就已经没有精力再看左边折返，就还在后边的人了。其实在这儿，如果还有劲儿看看，如果您的朋友在您后边，还能打个招呼，这儿离得特近。小狗挣脱了狗绳。哎，你们看，我看到了一个历史遗迹。大阪马拉松只有10几年的历史，所以改过几次赛道。看到这儿没有？这不知道是就已经涂掉了。就之前大阪马拉松到这儿，这是什么呢 ？HP 是什么？是 half point 的意思吗？可能是。就原来大阪马拉松的半程在这儿。大阪马拉松，别看大阪是个大城市，大阪的马拉松只有10多年的历史。哎，手表响了，找一下啊，应该就在这儿。前边找到了。看，大阪马拉松25公里的地点在这儿，25公里了。这儿还画了一个更清楚的箭头指过去，因为那儿有灌木丛。这画地图的时候油漆洒了，画标记的时候油漆洒了，哈。它最近日出好多都闭店了，那这个日出好像也不营业了。
你们看这一路跑过来，虽然咱们是因为跑人行道，但是其实并没有太多的损失。跑到刚才是25公里的地方，就已经多了大概30米、20米吧，差不多。那这种路你跑不了最短距离，你除非自己把卫星图自己弄个算法测量一下，然后画个蓝线画到脑子里，但是又记不住呀，对吧？而且我也跑过有蓝线的比赛，比方柏林这种，你大众选手跑不了蓝线，因为你要变道啊。手表响了，找一下啊，就在前面。我这次差这么多，不会吧？哦，被那辆车挡住了，正好是他停车那儿。看，大阪马拉松26公里，我们到26公里了，走。手表响了，我们找下一个公里。
不在这儿。看看是不是一过路口就是应该差不多。我居然没看见，不会吧？哦，那这儿错过了，这儿可能在这个主路的这个隔离带上，我们错过了27公里的标志。这儿天亮了，车太多了，不能去了。过了27公里，马上你看前面那条路，就刚才小一条路，就是刚才我们开机的地方了。这个折返就结束了。这个折返是不是怎么说，挺折磨人的？这个折返是我最不喜欢的一个折返。我本来就不太喜欢折返类型的路线，所以对我来说，熬过这个折返我就成功了。而且基本上你看，一过了27公里，你一想，哎，不知不觉的马上就30了，对吧？然后这时候你就想着下1公里希望过得快一点，因为你下1公里一旦你觉得某1公里开始过得慢了，那就是累了。如果还觉得过得快，说明还不累。如果你跑着跑着不自觉的看到了28公里，那这公里你又成功了，很快就30了，就这样想。而且有时候跟大家说，亲朋好友观赛的地方，我们马上跑到了我们今天开机的地方，就在前面那个红绿灯。刚才我就是站在那个红绿灯下开始的，所以呢，您的亲朋好友如果在这儿看您跑到21公里，我现在马路对面就是21公里。如果您的亲朋好友在这个路口，就是我现在这一侧，看完您的21公里，然后下面呢就可以跟着我前进的方向，一直慢慢的步行。哎，选手们到这儿就右转了，还记得这儿吗？我们是从那边过来的，这儿是21公里，那是半马，我们整整跑了一个折返，昨天在半马结束的。我们今天是第3期探路视频，前2期分别都是10公里，所以选手到这儿右转这样跑，然后如果您有亲朋好友在那儿给您加完油，就别让他等您回到这儿，就别等到我现在这儿了，就是你跑过21公里的时候看完你，就让他沿着这个方向溜达，因为21公里看完您距离这儿大概是6公里多，他要是溜达呢，可能走个2公里多，就又能看见您了。走慢点也能走1公里多吧，普通人跑将近7公里，走路的话将近2公里。到时候还是沿着路这边跑。能不能过去？能不能过去？可以，没有绿灯这边。我平常不探路这种，我就右转了，就等一个红灯，自己折返一下，确实不好意思了。选手们都在这条主路上跑，还是沿着路的右侧，就是按照靠右行的方向向前进。还记得对面吗？昨天我们还跑过了马路对面，所以大完马拉松特别适合带家人朋友来给你加油。这来回来去就这俩地儿，
你看在这一片已经看见您好几次了，对不对？哎，公里牌儿，找公里牌儿，找公里牌儿，这儿应该又找不到了，找到了，找到了！哦，大完马拉松28公里，看，找到了。这块儿选手不用绕这个人行道，就直接这么着就过来了。我要加速来看这个绿灯。好，这个红绿灯我们等一下，跟大家再回顾一下。现在这条路，车开过来的方向就是运动员跑出来的方向，这就是玉堂津，那边是新斋桥。我扔手套给家属的地方就在那儿，那儿是11公里。运动员这么过来也是跟车一样这边拐，但是他们不跑这一侧，跑那一侧，然后到那边是我们昨天探的路，一直到特别远的地方，然后再回来，然后今天到达半城那儿。然后这是我们今天探的路，半城在那边这条路有一个折返回来，然后我们一路过来，然后再往前。所以到时候您的亲朋好友如果能就往前走到就这条路上，您比方说在刚才那个地方看完您21公里，然后你这么跑了，你跑到这儿差不多跑了到这儿是28公里多，您的朋友可能也差不多走到这儿或者更前面的地方了。就又能看见你一次，这条路是没有隔离的，就基本上你要想击个掌都没问题。要是有私补的，在这条路也可以。到这条路就可以慢慢的往右切，因为前面下一个路口我们是右转。这路挺宽的，别切得太猛，就慢慢的。然后这条路上是有补给的，有官方补给。官方补给不在路边，因为路太宽了，他们在中间那个车道。中间那个车道靠现在我这边，比如说选手不用就是就跑特别多，跑到路边去拿补给。但是大阪马拉松也是只有单侧有补给，像波士顿好多地方是双侧有补给。你看，我们又回到市中心。其实我们往南边走，折返就跑了3公里多，是不是街景就马上不一样了，对吧？手表响了，马上找公里计时牌。看看啊，不在这儿，在前面。可能是停车的这一天。去年家属就是在这儿，给我加的油，他就是从刚才咱们开机那儿走到这儿，差不多我跑到这儿，
他走到这儿还等了我一会儿，他走的比较快。我们找找看能不能找到公里牌。黑鹰已经通过南波站了，应该很快就会过来了。雨还是在断断续续的下，时不时的会有一阵大风，确实是比较极限。哦，看到了，看到了。李波，李波，看到黑影了。1小时50分52了，加油！加油加油！应该是错过了，也有可能是标在了别的地方。29公里的公里牌我们错过了。前边看到那个过街桥，这个地方就要右转了，又迎来一个折返，也是这一场比赛最后一个折返。这个折返短，这个折返来回加起来，哎，哦，看这个，这更古老哎，这更古老，看见没？大阪马拉松5公里，原来这儿是5公里，然后这儿还有一个涂掉的，看没？隐隐约约，然后这儿看，这儿也是个5公里。大阪马拉松开始这10几年改过几次路线，因为一般比赛都是这样，很难一次就做到完美，因为好多东西想的跟现实不一样，都不知道一开始5公里到这儿是个什么路线。大阪城出来到这儿差不多是5公里，差不多对。这个路口选手们右转，所以到这儿就可以切一下。然后这个时候您的亲朋好友就可以上天桥，他还有一个方案，就是他在天桥上等着你，然后拍你。然后那儿就是折返回来，那儿就是大坡。今天我们到折返回来结束，选手们右转了，这条路还是几乎跑到头，然后折返回来。但是这条路短，这个折返加起来3公里，大约3公里吧，就刚才那折返的一半。我隐约记得去年到这儿，我觉得没劲儿了，但是还能坚持一点点。就这时候我好像稳定在3分48，但是因为去年起跑耽误了太多时间，一开始导致我几乎到半程都没追回来。我去年到半程好像是在1小时20之外，所以这块还得往前追。但是呢，已经到了将够的配速了，我就觉得没戏了。其实去年到这儿我就知道差不多没戏了。就跑马拉松这些年，我的心理经验是，就不光是对跑步了，对好多事儿都是，就强弩着的不行，什么事儿都是强扭的瓜不甜。就比方说去年的大阪半马，虽然我 PB 了几十秒，但是真的是拼尽了全力。但是其实这一年不会有那么巨大的能力的进步，它就是各方面的因素，赛前的准备呀，当天的身体状态呀，各种，所以就得学会随遇而安。这条折返路就比刚才那条窄多了，大家随便跑。我建议跑在路中间，因为这边到夏天的时候雨水比较大，所以呢，这个路修的呢就比较倾斜。它为了地下这个排水沟，你们看，
所以呢，这路面是一个拱形的，越靠边的时候倾斜度越大。比方说，到时候比赛也是跑在这一侧，你要是跑在最边上呢，你的右脚就跟左脚它是歪着的，就左脚浅右脚深，我不知道能不能形容清楚，所以尽量往路的中间跑。等我们看最后10公里的时候，也有一段这样的路。手表响了，找找路标。这个按说应该能找到了。可能在不在这儿？不在。啊，在这儿找到了。看，大阪马拉松30公里，真正的马拉松开始了，在这儿。走，你到这儿就可以说真正的马拉松开始了。我是硬顶到这儿没掉，我想着怎么着我得顶到30公里。然后过30公里这块会有微微的小上下坡、上下起伏，我开始掉速了。但是还不明显。这条街左边全都是庙寺院。我马上就要到折返的地方了。大阪马拉松其实为了规避大阪市内这么多的上下起伏，其实已经很尽力了。就前面的红绿灯是折返，你们看一过这红绿灯是不是一个上坡？能看出来吗？还挺陡的呢，这个坡。在这坡之前折返，所以他们其实尽力了。所以你们远远看到一个上坡，就开始往内道并。但是这儿是30公里后的折返了，就已经没劲儿了，基本上得拐大弯了，越没劲儿越拐大弯了，因为拐不了小弯了，一定注意安全。你看这折返还是挺近的。再往前跑1公里多，就要挑战大阪马拉松最难的一段，长达几百米的大爬升的大坡，同时它所处的位置是30公里以后，32公里左右。手表又响了，哎，这个怎么这么远？哦，好奇怪呀，我没有看到。好像在前面。那每次折返过来以后，这1公里怎么差这么多？看，大阪马拉松31公里的位置在这儿。有小伙伴问这个蓝色的标是什么？这是自行车的行车线路。所以到了30多公里之后，手表响了，然后呢，
你要跑得多的时候，可能连公里牌还没看见呢，心里特别的就特别不开心，特别的慌张。我们已经回到了刚刚开始折返的这儿，这个过街天桥看到没？马上就32公里，选手们到这儿右转，然后您的亲朋好友有2个选项，一个选项是在这个坡上陪着您跑，看我们要面对的就是这样一个上坡，我的相机是水平的，一个选项就是陪着您跑，另外选项呢是在这儿，看这个天桥没有？拍您的背影。这块儿咱们就明天再探了。我们找到32公里的标就结束。这坡巨陡，你看，这么看就能也能，这广角摄像机拍不出来。等下次探路的时候，给大家放去年马拉松的时候在这个坡上的画面。找到32公里的标，我们就结束。找到了，小伙伴们看，大完马拉松32公里，在这儿，差不多去年家属跟我跑也就跑到这儿，就跑不动了。我到这坡上，当时配速跌到了4分0几，后来家属还在这儿拍到了Maki 桑、平田先生，还有本田先生，好几位。行吧，小伙伴们。我们在大完马拉松32公里的地方，32公里才真的是真正的马拉松开始了，对不对？到这儿咬紧牙关，看到坡的尽头，就什么都别想了。32公里，32公里，看见这个，最后的10公里能顶成什么样子，都是英雄，都胜利了。哎呀，感慨万千呀！行吧，那最后还是祝大家能努力生活，健康平安。如果下周来跑大完马拉松的，或者未来在赛道还没有变的时候来跑大完马拉松的小伙伴们，祝你们到这儿的时候都还一切顺利。咱们下回再见。